那在展開變後掠翼、拉出音爆雲的 F-14熊貓，是無數人心中不可逾越的顏值巔峰，更是冷戰時期的空戰王者。但為什麼在2006年，美國海軍卻狠心把這款航程遠、載彈量大、理論極限2.3馬赫的重型截擊機全部退役，換成腿短、飛得慢的 F-18大黃蜂？單看紙面性能 ，F-14在冷戰時期確實擁有無可爭議的統治力。它生來只有一個明確的目的，把蘇聯的圖 2M 轟炸機和鋪天蓋地的反艦導彈攔截在距離航母400公里之外的空域。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，F-14裝備了當時極其龐大和先進的 AWG-9 雷達，配合近半噸的 AIM-54 不死鳥遠程空導彈，構成了當時世界上唯一能同時追蹤24個目標，並引導導彈攻擊其中6個的武器系統。極限2.3馬赫的突刺能力，讓它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艦隊防空保護傘。相比之下，早期的 F-18 極速只有1.8馬赫，掛滿彈藥和副油箱後，作戰半徑大幅縮水。在遠距截擊這個科目上 ，F-18 確實遠不如 F-14。如果進入勢均內格鬥，情況就會發生變化。F-14 擁有一套極其複雜的變後掠翼系統，在進行近距離纏鬥時，電腦會根據空速和迎角自動將機翼調整到最佳的聲速比，這讓一架自重幾十噸的重型戰鬥機擁有了驚人的持續盤旋能力，完全不遜色於輕型戰機。但這並不意味着 F-18 毫無還手之力，一旦進入低速和大迎角格鬥區間 ，F-18 的優勢就会凸顯出來。憑借出色的邊條翼系統布局和先進的電傳飛控系統 ，F-18 能夠在極低的速度下保持機身不失速，強行把機頭拽過來對準目標。可以說，在勢均內格鬥中 ，F-14 贏在能量保存和持續盤旋，而 F-18 贏在機頭指向和瞬間爆發。既然性能互有勝負，為什麼 F-14 還是被淘汰了？因為武器不是看數據打牌，航母甲板上的空間寸土寸金，戰機的出勤率才是戰鬥力的根本。F-14 退役的最大原因就是太難修了。F-14 每飛行1小時，需要地勤人員在地面維護將近40到50個小時。那套引以為傲的变後掠翼機械結構極其精密且容易磨損，加上老舊的模擬電路時代產物，排查故障極其困難，簡直是地勤人員的噩夢。因為故障率居高不下，它在美軍內部甚至得了個機庫皇後的綽號。反觀 F-18，雖然紙面數據平庸，但它是真正的數字時代產物。它的日常維護工時不到 F-14的1/3，大量採用模塊化設計，地勤人員插上檢測設備就能快速鎖定故障部位，直接更換模塊就能重新起飛。這意味着 F-14 飛一圈修好在出擊的時候 ，F-18 已經出擊3次了，而且 F-18 體型更緊湊，折疊機翼後極其節省機庫空間。同樣一艘航母能裝下更多的 F-18，在瞬息萬变的戰場上，性能再好但飛不出機庫的飛機是一堆廢鐵，能隨時掛彈起飛的戰機才叫戰鬥力。壓垮 F-14 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時代背景的巨變。蘇聯解體後，那種幾百架轟炸機同時撲向美國航母的末日場景不復存在。美國海軍不再需要一架專門在遠洋執行截擊任務的純種空優戰機，現代戰爭需要的是能空戰、能扔精確制導炸彈、能進行電子干擾的多面手。雖然 F-14 在服役末期有一個延壽計劃，也加掛了目標指示吊艙，改行去扔炸彈，變成了所謂的炸彈貓，但這終究是半路出家的臨時改裝，且最終因為成本過高和結構老化而被放棄。而 F-18 的全稱是 FA-18，裡面的 F 代表戰鬥 ，A 代表攻擊。從設計之初，它天生就是空戰和對地攻擊雙修的多用途戰機。掛上 AIM-120 能防空，換上聯合直接攻擊彈藥就能对地支援。這正好迎合了美國海軍由海向陸的戰略轉變，不再需要維持不同型號的戰機，只需要一種機型就能包攬全部任務，極大地減輕了航母的後勤壓力。F-14 和 F-18比，到底哪個更強？作為一款冷戰背景下的重型截擊機，熊貓的超音速截擊能力和威慑力確實無可替代。它是那個特殊時代的完美產物，但作為航母戰鬥群的核心資產，在日常運作、維修成本以及多用途作戰能力上，大黃蜂才是那個更務實、更符合現代戰爭需求的選擇。二者各有優劣，但問題是預算永遠有限。如果你是航母指揮官，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，你會選擇性能極端的 F-14，還是務實的全面手 F-18？歡迎在評論區打出你的選擇。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，別忘了記得按讚加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